大家好，我是林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感谢大家长久对林基的支持与信任。如果你也想要了解紫微斗数，想要了解自己，想进一步了解国学文化的博大精深，请记得点赞、分享，以及按下订阅的铃铛。您的支持也是林基最大的动力与鼓励的来源，谢谢。在我们学习紫微斗数的过程当中，四化的化忌是让人最感到难以明白、解释以及了解它的意义的存在。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紫微斗数基础的人都知道，化忌代表了是非、挫折、烦恼、执着、付出以及我们的挂碍。但是它也不能否定，它是代表了结果、成果、安定、朴质、率真一些正面好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针对化忌在宫位做一个分析与探讨。例如在于我们的迁移宫，化忌在其他的宫位、其他的宫职会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做一个分享。迁移宫我们都知道，它代表的是我们在外活动、内心思想的呈现，以及在外的际遇，以及社会地位、资源、人脉。而当迁移宫的化忌飞化到其他宫位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在于对外的机缘、机遇以及环境受到挫折、阻碍以及不顺遂。当我们的生年纪落在命宫，或者是命宫的化忌，或是命宫的化忌落在迁移宫，这个时候就代表着我们对于人际关系可能处理的方法会比较显得朴实、率真，没有心机，也不懂得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个性耿直、老实，不善于交际应酬，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没有主见，抗压性也会比较差。但是他是没有心机，对于外在的人事物比较缺乏观察力，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而错失了很多的好机会。如果今天我们的迁移宫化忌入到我们的命宫，也代表了在我们的社会的际遇会比较差，人脉资源也会比较少，出外离家也比较辛苦，甚至波折、挫折、打击也会相对的比较多。迁移宫化忌入命宫，也代表了这个化忌是冲在迁移宫，所以也相对代表我们与外界的互动关系也会越来越少，自己也会将自己隔绝于社会与大众的互动，反而造成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也会渐渐的变少，甚至会慢慢的将自己孤立起来，远离世俗，也因为这样子而错失了许多良机。而当我们的迁移宫化忌入在我们的兄弟宫，兄弟宫也代表了我们的母亲、兄弟姐妹、朋友，以及甚至是闺蜜、好伙伴。而迁移宫化忌落在兄弟宫，也代表了我们会慢慢的与他们渐行渐远，而情感疏离。兄弟宫也代表着我们的理财的观念以及储蓄的方式。当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兄弟宫，也代表我们对于钱财的规划可能比较笨拙，不得要领，甚至因为理财不当而造成不必要的破财，而且等于也是相对的，我们不善于运用社会的资源、人脉的资源，帮我们拓展人脉关系以及工作事业的良好机缘。甚至对于自己想要开创事业、工作的推展，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会觉得困难重重，而需要自己白手起家，相助的资源又反而不多，造成自己异常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一定要一步一脚印，踏实，不要想要做投资与投机的工作或者是事业。而当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夫妻宫，夫妻宫是我们福德的财帛，也代表了我们没有意外之财或者是偏财的一个幸运。工作的表现、社会的机遇，甚至是工作的过程，常常不能如自己所愿，甚至离开故乡、离开家里，到外地去工作的时候，反而常常会感到莫名的压力，
在于经营感情也会有觉得不顺遂，甚至波折重重的状况。当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子女宫，而子女宫也代表了我们的晚年的运势，在我们中晚年之后，反而也不能运用社会的资源照顾到我们的子女、下属、学生，甚至是晚辈。相对的，也代表我们不擅长运用社会的资源，帮我们的另一半共同的合伙事业的人，能够开创好的财源，以及开创好的人脉。在经营合伙事业的时候，也有可能方法不灵活，甚至略显笨拙，脑筋不灵活，或者是在思维上常常把自己封闭、闭塞，甚至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因而影响到我们的赚钱的机遇，在赚钱的几率上常常动荡不安，甚至有莫名的不必要的付出与开支。对于我们的住宅运、家运也有可能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不动产财产的稳定性，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的晚年运，所以在晚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个人的健康运以及子女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在晚年也会常常会感到比较孤独、孤单。而当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财帛宫，这个时候则要注意，因为财帛宫是冲我们的福德，就难免会造成我们的忙碌。因为财帛宫冲了我们的福德宫，所以造成的忙碌、不安定，甚至驿马，在于对外的处事常常会不得要领，而阻碍了赚钱，也不善于专营，所以因而对于钱财的收入反而就不得要领，常常会觉得特别的辛苦，缺少赚钱的资源，常常会让于钱财处于不安定的状况，而在于工作上又不喜欢与他人多互动，甚至在于人脉的交际应酬上也略显笨拙，因而丧失，甚至流失了许多有赚钱进财的机会。另外也要注意，常常会出现了一些意外以及竞争的对手，恶性的竞争造成了破财。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最好就是以现金的收益为主要的生意，或者是做固定的工作，上班族反而能够稳定在于钱财的收入。而财帛宫也是情感对待的一个宫位，当迁移宫化忌落入我们的财帛宫，只要注意在感情的对待关系要更加的耐心与沟通，因为这样子可以说是在于两人相处的情商常常会缺少了默契，甚至常常造成沟通上的误解与误会。当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疾厄宫，它虽然不主财，但是它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家运，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运，以及对于工作场所可能有不安定，常常换工作，或者是经营不善的一个状况。相对的，也会变成不善处理自己的健康情形，没有养生的观念，对于自己的身体不爱惜，造成身体的另类的负担，进而影响自己的健康状况。在于出门在外，反而因为外来的因素、意外的伤害、意外的流行病、莫名的疾病，造成对自己身体的危害，甚至容易有过劳的情形，甚至在于生病受伤之后，不容易遇到好的良医，开出好的药方，让我们能够身体在短期能够恢复健康。也有不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状况，甚至不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而导致对他人的待人接物与外在的机遇不佳，而造成了是非。碰到了是非，反而情绪也不能够安稳，也不善于整理自己的情绪，导致自己的心情莫名的低落，情绪起伏跌宕，不能有随遇而安的态度与心情。不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导致与自己的同事、长官、上司，甚至是客户，无法调节自己的对待情绪，反而造成了自己的生活节奏莫名的紧张与压力。而迁移宫如果是做自化忌的时候，也代表我们在外比较不懂得处理自己的情商问题，
甚至缺少自己的原则性，在对人的应对进退常常粗心大意，甚至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无章法，说话也常常缺少了逻辑性与思考性，反而把自己的社交人脉圈缩小。对于外在的处事情商，也常常缺少了圆融性与亲和力，遇到事情也不容易遇到贵人来帮忙。因为福气的不足，所以需要一步一脚印，做好自己的分内的工作，尽量不要有投资以及投机的心态，学习一技的专业知识，才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而迁移宫如果化忌落在我们的交友宫，缺少了社交的手腕，所以也不爱热闹，孤僻，甚至也不喜欢交际应酬。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常常也会有处理不好，而增生烦恼。因为这样也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以及开辟自己的财源，变得非常的局限，而不得要领。也因为意外，甚至疏失，造成自己的破财与损财，莫名的开支反而变大。所以当我们的迁移宫化忌入交友宫，一定要养成储蓄的习惯，或者是学习专业的理财观念，增加在自己的理财的专业度。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切勿冲动，因为冲动反而容易招致一些无谓的小人的陷害与拖累。当迁移宫化忌入在我们的官禄宫，处事的风格、社会的际遇，让自己缺乏了赚钱的机会，欠缺开创事业的能力。对于工作、事业、赚钱不得要领，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因为在工作事业上不喜欢与他人互动，所以造成了自己赚钱的方法以及赚钱的资源变少，无法打开这样的局面，让自己的工作事业的格局发展受限。另外也要注意是否有外力意外的一些竞争以及恶意的伤害，造成自己的财源甚至在工作事业的顺遂上多了更多的挫折以及困扰。所以如果有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官禄宫，建议这样子的情形以上班族或者是现金的收益为主要的生意来源，也切记不要有投机以及赌博的心态。而当迁移宫化忌落在我们的官禄宫，它也相对的是冲到我们的夫妻宫，所以在于夫妻情感的对待、相互的沟通，常常会不得要领，造成双方之间的误解、争执以及情感的破裂。而当我们的迁移宫如果化忌落在我们的田宅宫，所以在于不动产的买卖，因为这样而导致了财产的流失，也因为这样子不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家庭关系，在外的社交一马也常常受到阻碍，不安定，波折重重。因为不安定而常常转换变动，甚至造成自己的家运可能不顺遂，甚至家运不开。而在于选择合作的伙伴，因为毕竟化忌落在天宅宫，它是冲在我们的子女宫，所以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以免被合作伙伴有拖累或者是算计，而造成财产的损失、钱财的破耗。所以建议修身养性，或者是学习一技之长，在自己于老年的时候，心境也会比较安定，在心情上或心灵上也比较会有一个目标以及寄托的方向。当我们的迁移宫化忌入在我们的福德宫，因为它是冲财帛宫，在直觉就是会影响在赚钱，然后对于自己的情绪控管能力也不高，常常会有烦躁、心烦。因为福德宫也代表了我们的兴趣嗜好，我们的晚年运，反而因为自己的偏激甚至是偏执，而让自己不能乐观、积极、开朗，不能随遇而安。所以建议能够多接触一些善知识，甚至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亲近自己的心情，能够知足常乐，反而能够让自己在自己的晚年，甚至在于自己的心境上能够平静。
而迁移宫如果化忌落在我们的父母宫，尤其是不擅长处理对于长辈、长官以及上司的关系，也比较少能够接受到高级甚至是有利人士的提携，反而这样子而影响到职场的升迁、事业的拓展。在学习、读书、课业上，常常容易欠缺了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甚至常常容易忘东忘西。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建议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功夫，多学习，让自己不要盲从，在于事情的规划比较能够有主见，眼光也会放得长远一些。迁移宫化忌落在父母宫，因为它是冲我们的疾厄宫，所以在于自己的情绪容易受到外来的干扰，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也会比较直接，也会因为这样子而造成自己在于职场上的变动、不安定，更多了不安定的因素以及动荡的格局。另外也要注意与他人、银行、票据、文书、契约这些的借贷问题，则要谨慎小心的处理。以上就是我们的迁移宫飞化忌落在其他的宫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如果你也喜欢紫微斗数，请记得点赞分享，谢谢。